一直束缚着我的生活，把我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。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他做错的事了，我已经是很害怕了。是因为每次他先做的事让我都不相信，凭什么说我没事找事儿？还总是在那没事找事儿，让我感觉很累很累。是我一再妥协，但是现在我们的感情已经不堪一击了，该怎么才能相处下去呢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金23岁，来自山东职员；女嘉宾小江20岁，来自辽宁职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看这个小片大概就理出了3个字儿，叫不相信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的信任？就是最开始我们是去年5月份在那个社交软件上认识的，8月份的时候他来大连找我了，后来他大事小事总是管我管得很严，然后对我也特别的没有信任。你还好意思说刚开始你来找我，咱们一起出去玩，在车上我看见你跟别的男生正在发消息，非常的暧昧，别的男生喊你宝宝，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愤怒。那刚开始咱们又没确定恋爱关系，我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吗？那你这样的话一点分寸感都没有，真的好吗？那我有选择的权利啊，我可以选择你，也可以选择别人。当时咱们又没有说正式的确定恋爱关系，也没有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，所以说我肯定有选择的权利啊。女生说还没官宣呢，我有权利，你看。然后这个事儿你看到是跟他说了，还是窝在心里了？小我当时就直截了当的去问他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，他就跟我说是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。啊，那后来怎么处理了呢？后来就是他让我把那个男生删了，就当时我觉得我去找他了，也应该确立一下关系了，我当时就同意了。但是后来我又去你的城市去找你，我看到你又把这个男生又从拉黑列表里又给拉了回来。我俩认识挺长时间了，就是不能做对象也可以做朋友啊。我也没跟他说什么，我只是跟他说为什么给他删了，然后就没再说别的了。主任，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官宣了，他还又把那个官宣了啊，已经官宣了，你又把他从当时的拉黑列表里又拉了回来，那就像是一个带引号的前男友一样，这样的话肯定会让我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一些想法呀。你这太过分了吧？什么叫带引号的前男友啊？前男友应该有那种相处的过程，我俩只是在网上聊一聊，我现在就想跟他做个朋友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介意的更不是你把他加回来，是介意的是你骗我这件事情的性质。我没骗你，我只是给他加回来了。啊，要说还是有欺骗行为在的。你可以当时就跟他说，我就是个普通朋友，我就不拉黑，可以。但是您是拉黑再加回来，我觉得男生这么想也对，是吧？他每次都是以怕我生气为由做这样的类似欺骗我的事情。不是你这每次好像。我一听就不是这一个啊，对，还有其他的事儿，然后后面还有其他事儿。后面是你更过分吧？我跟我朋友出去，他都要管我。怎么是能叫我管你呢？那一次我回家做饭给你吃，你却跟你朋友出去玩耍，还是感受到了欺骗啊！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已经跟我朋友约好了，说是晚上出去玩，然后晚上他突然来一嘴要回家等我吃饭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白天我想给你个惊喜，晚上还没有给你惊喜的时候，我也告诉过你要一起。你思路稍微清晰一点啊，这么问就对了。让你回家吃饭，你答应没答应？我当时是答应了。答应你回没回？就是跟我朋友见完面之后才回的。哦，那还是你爽约了吗？对，就是他对我朋友那个偏见特别大，我本来就是一直想跟他出去的，他就是对他偏见那么大，我也没法跟他说呀，我怕他不愿意。就对这一个朋友偏见大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朋友经常在背后诋毁我们的感情，然后在背后还经常议论我们，劝你赶紧分手吧。知道了啊！女生刚才定的这个帽子就有点大。你说他管你，显然不是管你，而是我给你准备了晚饭，约你回家吃饭，你没有见诺，估计你的理由还是怕他生气，是吧？主要是他对这个女生意见大。明白。有一段时间我是去外地出差，然后他自己是一个人在家，然后他又和那个朋友去联系上了我。本来就告诉他，那个朋友会干扰我们很多，会干扰到我们的感情，会让我们变得很不好。他还和他那个朋友联系，然后有一次他说出去玩，我问他去哪玩，他说他去网吧去上网打游戏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吧，我给他开视频，然后我发现视频背景里并不是在网吧，而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。我当时跟我朋友出去是因为你出差了，你在的时候不让我俩出去就算了，你不在的时候你还不让我俩出去吗？我是没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对他偏见大，我没法告诉你啊。还有刚开始确实是我俩是在网吧玩，但是旁边排队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要不去旁边坐一会儿，我说行，那就去坐会儿。然后你那个视频刚好就打来了，就看见我在那里面了，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。我当时还不知道你和他是出去玩。
这是后来更生气的理由。我当时是以为你跟别的朋友出去上网吧玩，所以说我就没有那么介意。但是我介意的首先是你骗我在网吧里，但是你又去酒吧里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才是那个朋友。我没骗你，刚开始我确实是在网吧，后来我才去旁边的小酒馆。但是你去小酒馆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了吗？你并没有告诉我呀。你不是跟我打视频了吗？那时候我给你打视频的时候，你才告诉我呀。他没有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嘛？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随手一拍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。而且第二天就是第二天呢？对呀，他一共出差了好几天，然后第二天我跟我那朋友又出去了。你也够轴的啊！对呀，就是我就是跟他挺长时间了，我就想跟他一起玩一玩。那天就出去吃了个饭，他那个时候告诉我他睡觉了，然后后来他醒了，在那查我那个支付宝步数，我把微信的步数都关了，我就怕他发现，然后他就在那查我支付宝步数。我这认为我是无心插柳成荫了吧？我并没有想查你的支付宝步数，因为当时我正在刷支付宝，正在看里面有什么人给我点赞，有什么活动，正好我就点进去了。因为你是我的特别关心，所以我就看见了为什么你的支付宝步数却在增加，微信步数却是0呢？这让我感到非常纳闷。你不是告诉我你已经睡着了吗？我睡着了，但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醒了。当我觉得有异样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打电话了，然后你不接，我就知道那个时候你可能又出去玩了。到了第二天的白天，我又给你打电话了，那个时候你才告诉我你骗我，你出去玩了。但是你不知道，可能在你眼里看来，这又是一个小小的骗，但是一晚上让我找不到你，让我感到非常担心，非常的难受啊。那天下大雨了，我朋友来楼底下找我了，我还能不出去吗？而且就是吃了个饭啊，你没事查我支付宝干什么？对啊，你还知道是下大雨了，下大雨的话你还出去玩，这让我不是更担心了吗？那又是女的，又不是男的，你有什么好介意的呀？你只消停了1天，然后你又跟他去小酒馆玩。那我这总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提前跟你说，你同意的。其他的倒没什么哈，女生注意了，我这一听3天有2场酒局啊。第1天在小酒馆，第3天又在小酒馆。那么年轻的姑娘，天天泡酒馆有什么泡头啊？对吧？就是自己在家太无聊了，然后叫朋友一起出来玩。就是耐不住寂寞嘛。行，这事儿后来怎么收场了？后来他又从那个济南突然飞过来了，他告诉我是外卖到了，然后我一打开门发现是他，然后他这个还不提前告诉我，然后就是对我不信任，想回来查岗呗。我认为这不是不信任，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觉得这是惊喜还是惊吓呀？先不说别的，然后他先把我手机扣下来，回来就开始查我手机。本来前几天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，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。我回来也没有说就立刻跟你吵架，我是先跟你寒暄了几句啊。咱们说实话啊，您到底是来突审来了，还是来给惊喜来了？真的是就是好久不见，想突然说实话，那个只是占很少部分，但是大多数想给他一个突然突如其来的一个不见面的。查出什么问题了吗，小子？我给他是个惊喜，但最后却让我是个惊吓。为啥？因为我看他手机里，他在跟别的男生，还是刚从交友软件上加上的男生，去吐槽我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吐槽我管他管得严，我并没有这是管他管得严，他还说跟我在一起很烦躁，很难受，很焦虑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心态。你不让我跟我朋友吐槽，不让我跟我闺蜜吐槽，我跟网友说2句也不行了，我也没说你什么呀，就是觉得你管我管得严，我很烦啊。这怎么能叫我管你管得严呢？如果你做什么事儿不是先告诉我，先欺骗我，那你都先告诉我，跟我很坦诚，我为什么会管你管得严呢？我觉得跟女生出去这种事没必要告诉你吧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这是算被吓到了是吧？那几天过去之后，我俩吵完之后，他就让我好好表现几天，我觉得行可以接受，但是吧。我感觉这几天简直就是度日如年，他每天就是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，然后要么就是下楼拿快递的时候让我把手机放在他那儿，倒垃圾的时候手机也得放在他那儿，他就觉得怕我跑了一样那种感觉。我身体不舒服是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我生活不习惯在一个海滨城市，我一直生活在是一个内陆城市。我去大连这个城市，每天都是非常冷，胃经常的会寒凉。不，这个我觉得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为什么人家倒个垃圾什么的你要扣手机？因为我觉得我胃疼，他都不关心我。不是你扣人手机干什么呀？他可能怕我跑了吧？谁知道他是怎么想？我不是怕他跑了，因为他之前做了太多让我不信任的事了。我这一次就是想让他乖乖听话一些。他做了什么你要扣人手机啊？就是之前做的那些事儿，然后这一次心里总是耿耿于怀罢了。好。就是有一次我要跟我那个朋友，就还是那个朋友去打针，约的是下午4点钟左右吧，然后他让我5点钟回家，然后我那时候5点钟肯定回不来，他就让我压在他那点钱，他才让我出去。当时我就给他转了500，出去之后我就跟我朋友去打针了，打完针之后我就
没再回家，我就直接回我妈妈家了。确实是我的想法有一些过激，我承认。但是你回家以后不还是在继续的在骗我吗？那主要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的钱压在你那儿啊？你回了家以后，我还不是又给你了吗？你给我是给我了，然后你不还是不信任我吗？你要是信任我，你会干出来这么多事儿吗？是中间你回娘家这段过程中，是又做了不让我相信的事儿。你打游戏，你说你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打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你是在跟男生一起打，你这不还是又做了不让我相信的事儿吗？那只是就是随机匹配的网友，我也不认识，然后我觉得打一把游戏也没什么的。但是我问你的问题是，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可是你跟我说是女生呢？那我不认识他呀，男女我也觉得无所谓啊，而且也没有开麦聊天什么的，只是打个游戏而已。为什么男女无所谓呢？你让我感觉到男生肯定会很介意啊，为什么男生就无所谓呢？我觉得人家只是网友，就很简单的事儿，也不会触及到我的这个生活状态什么的呀。好，听到最后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们现在还在谈吗？嗯，还在谈。嗯，就是他现在还是这么管你吗？现在会比以前好一点点吧。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？我没有不自信，我就是希望你还要怎么做呀？我希望他做事儿有一些分寸感，他却没有。他没有分寸感，你离开他呀，说明你们俩不合适啊。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，有时候你都不相信他对你的专一，他还有什么不错呢？他有些对我好的地方还是挺多的。哦，所以你要把他改成一个你认为全面的人。我没有把他想改成一个全面的人，我只是觉得让他做什么事之前先告诉我一声，这样的话我心里需要先告诉你啊。踏实。他不是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吗？在异性这方面的事儿，我觉得他没有跟异性怎么着啊。他就是看我那个朋友不太顺眼，觉得总是妨碍我俩之间的感情。我也挺好奇的，明明知道说这个人特别介意你的这些问题，为什么不稍微注意一些呢？因为我这朋友确实是就是认识了好几年，是高中同学，我也不能因为我俩处对象跟他断了联系吧。但是你可以跟他坦诚的说呀，不要怕呀，你不喜欢他，这就是我高中的朋友啊，我觉得人家挺好的，我有交友的权利啊。但是我跟他说了，他还是就是心里有隔阂。隔阂去呗。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呀？他有时候确实是就是挺聪明的，也挺会照顾人的，然后能想到很多我想不到的，感觉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存在，能照顾我，是吧？对，他能照顾你，是吧？男生喜欢女生什么呀？他对一些人和一些事上都比较善良和还有爱心，但是对我的话，从以前呢不会照顾我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了一些话以后，但是他变得非常体贴，非常的懂事，会关心人。他是一个可以被教育好的材料，是吧？不是说是材料，就是说他其实可以变好，但是只是他想与不想。他没有坏呀，就是说可以变得更好。我的天哪！啊，您是当一个领导来考核部下了是吧？我希望总是。你们俩在这个期间闹过分手吗？其实也闹过几次，但是他跟我道歉，也有我跟他道歉的时候，然后闹完之后还是会缓和一段时间。今天来是谁要求的？就是我俩都想来解决问题。都想来，想解决个什么问题？就是我希望他能稍微别管我管得那么严，让我有自己的社交圈子。那你希望呢？我希望他做什么事之前都别骗我，就是跟我说实话的话，我就不会管他这么严。说句实话，恋爱都谈成了这样，为什么还要谈？我没想明白啊，也许是年轻人之间的就是那种爱吧。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各自不累吗？才1年时间，20多岁。
鸟呢？你看这漫天飞的那个麻雀特别好，天生天养。喜欢你，但是你要是一直就是不让我跟我朋友社交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也是让我挺被束缚的，可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咱俩有以后，希望你也能改，我也能改。我也不是不喜欢你，也很喜欢咱们在一起经历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，虽然有很不好的地方吧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咱们俩都共勉，希望咱们俩互相改变，这样的话咱们才能走得更远。如果说让你改变你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，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下来就看一看这对年轻的恋人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，这2年里，他总是和异性来往密切。从跨国恋被我发现，和异性经常出去约会，在他回国后，经常背着我约我的闺蜜出去玩。他的这些行为真的很让我没有安全感。他现在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，这样的感情我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下去。小罗，22岁，来自云南，学生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先从你们俩的相识开始说，在哪儿认识的？我们俩是在酒吧认识的。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看他，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眼熟啊，感觉好有缘。后来就加了微信，然后就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快出国了。走了吗？走了。走了之后就是异国恋，是对吧？受得了这种寂寞吗？受不了。后来就是过了半个月嘛，我看见学校就说有个出国交流机会嘛，我就说我要去找他，我就拼命的去争取那个名额啊。后来我去找他了，就直接杀到国外去了。对，那时候我去嘛，然后我以为就是我们俩感情能够很好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到了他那边，我发现他脾气越来越暴躁。他当时就是一直想来看我手机嘛，就是个人物品，2个人之间大家都相互就保持一点隐私，是吧？什么个人物品？我觉得女生、男生都应该保持信任。难道我看一下你手机不行吗？都是你在不信任我，我对你是100%的信任，我也没经常要来看你手机吧？他说信任，好，那你知道我在手机上发现什么吗？我就看见他 QQ， 我们俩当时用的情头嘛，然后那个女的也和我用一样的头像。我就惊呆了，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人？那个女生嘛，在认识他之前就已经是我的一个课友。课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上课，在一起上课。对，根本就不是简单的课友。后面他来加我，给我发那些聊天记录，说他们一块出去玩，一块爬山。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我没有瞒着你，我觉得这些事情你知道了，那你可能会生气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跟他一起去爬山，一起出去吃饭，那也不是我跟他单独2个人出去啊。他说的就是单独。其实事实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真的让我很没安全感。就至少你知道他有一个异性朋友，走得比较近，这个是可以确定啊。对，咱们这么说可以吧？可以，关系还不错嘛。对，因为关系不好怎么可能吃饭吧？关系不好怎么可能爬山？是这意思吧？是，这个你承认对吧？这个我承认。发现这些之后，您采取了什么措施啊？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就来我家楼下求我嘛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怎么就来你家楼下了？因为回国了是吧？”就是那时候快回国了，回国前他来找过我一次，后来我回去了嘛。啊。然后我回去之后呢，我就打他电话，给他发视频什么的，他一个也不接。主持人，你得知道，中国和国外是有时差的，对吧？那不可能，我每时每刻对，等于在国外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他有一个他称的课友，但是你认为不正常，对，就是关系过于亲密的一个异性朋友之后，您就回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在回国之前你们是和好的还是没和好？就已经和好了。和好之后，2个人开始进行了异国恋。对，女生说为什么不接电话、不接视频？你的回答是因为有时差。对，明白了啊。你想想看，有时差，我总不可能24小时全天候等着你的电话吧？但是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，你去干什么了？
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跟你说的。那比如有的时候游戏玩太晚了，或者说我在床上视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，你给我打电话我没接，那也很正常啊。后来不是因为疫情嘛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你是得回浙江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回那你在哪儿呢？其实我就是在浙江上。哦，你在浙江读书是吧？对。哦，这挺好的，就算回来了呗，团聚了，团聚了怎么样？一点也不好。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出去旅游的人嘛。我说，那我们出去旅游，他说没意思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不做攻略，就是跟你去没意思。主任你知道吧？有一次我们去盐湖城玩，我开车了4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到了那边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地方，那边拍照打卡差不多10几分钟，然后呢，他就走了之后我说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？他也不跟我说，就开始看那个小红书，然后看看这边有哪边可以玩。哦，你就觉得他准备不充分是吧？对，准备不充分。那么恋人之间不就是这样吗？走哪儿停哪儿，只要2个人在一起，不就开心吗？他如果是个导游，你可以说你这导游的线路不行，我没玩好。这不是女朋友吗？对啊，我这思想老化了。这不是女朋友吗？难道男生就不应该做攻略吗？所以女生会上升到你不愿意跟我玩，你可能不是那么爱我，是吧？其实也不光是这一点的原因吧，就还有就是。他就是不喜欢跟团游，而我呢，就是比较喜欢跟团游，然后自己的事情少一点。他说不可能，绝对不行的。今年4月份吧，我跟他说我们暑假去海南玩，他说可以啊。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报个3天的团，再陪你自由行玩个2天，那你看行不行？他也是就不行，就觉得我们2个应该自由的玩。我就是讨厌就是跟团就条条框框。你是从小被家里安排惯了，对吧？对，就好多事儿你不愿意那个自己去主动，对吧？对，别人安排你可以去做，对吧？如果你要主动做一些事儿，你希望被安排的井井有条。是男生这个状态我理解了。行，咱们把旅游这件事儿放在一边，他还不愿意跟你干嘛？他跟我闺蜜出去打麻将，然后同一天我叫他说你陪我去看个演唱会呗，他说不要，我不要去。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嘛，当时其实也不是说我不愿意陪他去。当时呢，他把我拉黑了，我发短信他又不回，打电话我第2天早上打电话，总算接了。我说你要不要我陪你去南京看演唱会了？他说我不要你陪了，我已经去南京了。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那我肯定生气了，肯定会把你拉黑啊。所以我现在要问你的是，你是介意他跟你的闺蜜打麻将，还是介意他在打麻将的时候对你态度不周到？其实都有，但是我很介意，就是他跟我闺蜜走很近。听明白了，这事儿挂起来还有什么姑娘？哎呦，这个愁眉苦脸，这个恋爱谈的，你看那脸苦的。没有，就是很着急嘛，就那时候嘛，就是我看他手机嘛，我才知道他跟我闺蜜又去玩剧本杀。主持人，其实那剧本杀，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东西啊？就像剧本杀，看我那么老，但是我心很年轻。剧本杀谁不知道？我们玩的时候你们都没听过，那不就是开始从那个狼人杀开始嘛？对，从天黑请闭眼开始的嘛，一路走过来的。你这些人都是高手，还有写这剧本的呢，在这儿班门弄斧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就因为它是一个7个人的本嘛，当时我们是约好朋友了的，突然有一个朋友说有事就不能来了，我就跟她闺蜜问了一嘴。等等，你看我们俩的这个角度不一样。你有没有叫他先说？当天晚上因为很急嘛，就想快点叫人来。然后那天晚上他是有课的，我也就没叫他。你那天晚上是有课吗？对，我有课。这个还算解释。然后你叫了她闺蜜，行。后来呢？你后来不也跟我闺蜜去水上乐园玩了吗？去水上乐园那是大家一起说好的，这不光就是说我跟她闺蜜2个人单独约好就。去水上乐园，我们就是大家一群人嘛。你那天早上，你突然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我就自己去了，对吧？那你非说我跟你闺蜜在一起玩，当时也不止2个人，等于是我们一窝人约好了，就咱们场上这些人都约好了，是要去水上乐园。对，到了早上突然他说不舒服了，然后你依然坚持了行程，跟我们去玩了。对，在这个人当中是有她闺蜜的。对，是的。真相是这样吗？但是确实闺蜜好像出现的频次也比较高了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生病了，难道就不应该陪我吗？为什么执意要跟着他去？那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那我也后来向你道歉了，是吧？行，咱先放在这儿啊。现在听下来就是满满的女生不太信任男生啊，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是有不信任的目标的，那个客有，对吧？回了国之后也有。是自己的闺蜜，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安全感，对，让你不放心。我现在理解了。哎，在你的眼中，你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
女朋友？她脾气挺好的，脾气好，但是就老是喜欢把自己臆想中的事情就把它带入到现实中，就感觉我好像真的是做了这件事情啊哈。那如果说你觉得她不好的话，她身上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呢？她呢，你别看她在台上现在就光鲜亮丽的样子嘛，是吧？其实在家里挺邋遢的。那你不邋遢，为什么说我呢？我是就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，她每次来我家来找我的时候，鞋子就乱放。然后袜子就随便一脱就丢在那儿。那你不也玩游戏的时候把吃的东西都撒旁边吗？我至少会保持家里的一个干净整洁吧，不像你就吃完垃圾也不扔，收都不愿意去收拾一下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他隐形眼镜药水吧，他也不关，然后湿巾纸呢，他的那个盖子他也不会去盖上的，就他完全就是无意识。后来有一次在我车上喝完水，他那个瓶盖半拧紧的那种状态，哗一下全流我裤子上了。他就觉得这是好像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一样。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对啊，到现在还这么说你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那麻烦你以后能改一下可不可以？我能改啊，我只是稍微不注重细节而已。男生心里肯定会觉得怎么回事啊？对于我所有的细节全是大事儿，对于生活的细节全是小事儿，是吧？对。行，你男朋友除了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穿衣是自己的自由吧，为什么你老来管我？有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个模特穿的裙子，一个是到膝盖这，还有一节呢是到大腿根这。那我想着你这样子的裙子，他非跟我说这裙子是长的，那我想着你出去到街上，那难道大家只看你左腿不看你右腿吗？根本没有你说这么短，就是很正常的长度，都到这里了，为什么你偏偏说短？在我心目中就是觉得短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就是去西双版纳玩了几天，2点钟了，我们准备出去了嘛。然后那天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这种连衣裙，那我觉得白色连衣裙可能有点透明嘛，然后我说那要不你换一件，他呢就一直不肯换，从2点钟一直跟我吵到5点钟。你真的有必要吗？你跟我吵这3小时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要一直管我穿什么？我就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个问题啊，两位年轻人，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？那我觉得其实他有的时候也是对我挺好的，对我挺包容的，脾气也挺好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就有的时候可能脾气暴躁一点，那他都能忍受。所以说，那我还是挺喜欢他的。女生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其实我对他也算一见钟情。就是我还挺相信第一眼感觉，我觉得这人后来如果品质没什么坏的，我觉得他对我感觉到有一丝温暖，我就觉得我要跟他在一起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您可以不回答啊，就是一看他那么眼熟，这个眼熟现在想起来像谁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所以就是莫名的眼熟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行了，那我就明白了。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就是，我就想解决矛盾嘛，因为真的吵得太多了，我有时候心情都很不好，我很没安全感。男生来是陪着他来，对，你觉得这是你们的问题了吗？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。如果评估一下你们的情感，你们怎么给他打分呢？我觉得状况是不太好。状况堪忧，你呢？相处还可以，还能忍受。状况堪忧，还可忍受，这就是这2个年轻人给自己的情感打的一个总结分。那老师们怎么看待？如果3年前你们在酒吧认识，那会儿你们才10几岁，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牺牲一些个人的喜好和时间，什么都抢，别一天到晚盯着他，真的。其实以我们的眼光来看，他也没帅到那种然后放出去就不安全的地步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总结了一下，我觉得恋爱必备软件就是什么呢？视频定位和部署。就每一对情侣，他们上来论证自己爱情的方式都是通过这几种：要么开视频给我拍，要不然呢就是来看一下你的定位，定位在哪儿，然后接下来就通过步数来查看你是否欺骗了我。为什么爱情到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姿态展现在大众的面前呢？是因为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吗？我觉得如果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带给爱情是这样的东西的话，那这爱情越来越不值钱了呀。以前大家在没有这么方便通讯的时候，连手机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就在一个定好的一个地方死等啊。真正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
让你最激动的地方是什么？因为爱情，我愿意尝试我曾经不喜欢的，甚至我可能以前会觉得有看法的一些新鲜事物。就是因为我爱这个人，我愿意陪他去尝试，去体验我未知的人生和我以前不知道的领域。这是爱情最让人心动的一个地方。那可是现在我在你们两个人身上看到是什么啊？我不愿意跟团游啊，我不愿意自由行，那谁也不妥协。那如果我喜欢这个女生，我就肯定愿意。我当然不愿意一大帮人一起了，跟团游是什么？不就一大帮人一起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私人空间。上车睡觉，下车照相。对呀，然后就去买东西、购物嘛，那不都老年人干的事情吗？然后自由行也是。那我想着，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要一起出去旅游呀，我一定要做好攻略呀。做攻略是件那么繁琐的事情吗？我肯定要去很多我曾经梦寐以求，我想要跟我爱的人牵手走过的那些美好风景，我一定会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，甚至还会把两个人的照片洗出来，然后做一个那个旅游攻略都贴上去。我们上大学没事干就干这事儿啊，这多美好啊！在你这就成了我不做旅游攻略，反正我就要自由行，去那儿就随意走嘛，到哪儿走到哪儿算哪儿。然后还有演唱会的事情，这也是多美好的事情。女朋友说我要去演唱会，我一定要陪我爱的人去看一场演唱会，去疯一次啊！我就打麻将。天哪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是把对方当成了爱人，还是当成了敌人呢？你愿意干什么，我就不愿意陪你去；你不愿意干的事，我就要自己干。这哪是爱情啊？现在就是大家对于关系定位的模糊啊。还体现在哪一方面？体现在闺蜜这两个字儿。闺蜜是什么？闺蜜是自动避嫌的。她为什么会去约她呀？为什么在剧本杀的时候想到着急找人，没有人在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给你闺蜜打电话？那就是因为你闺蜜在给她释放过这种信号，你可以随时约我。但是能够称之为闺蜜的女生，一定是我会保护好我的闺蜜，我不希望我的闺蜜受到任何一丁点的伤害。甚至你的男朋友，我是要站在跟你同一个战线去审视你的男朋友，他适不适合你，他能不能保护你。如果我把我的闺蜜交到这个男人手上，他会不会欺负她，还跟他去打麻将？我的天哪！所以我说这就是关系定位的模糊，大家不要轻易去给一段关系绑定做一个标签，然后就要去这样的东西去要求他，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称之为闺蜜。然后男生的边界意识模糊就在于，既然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就应该要有边界的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划分，我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女朋友伤心和难受啊。所以说到底就是你们两个人，第一，不要把彼此当成敌人去对待，如果是当成敌人对待的话，就会去要求，就会去审视，就会一开始就会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敌对的。你喜欢什么我就不喜欢，你要干嘛我就不干。我们重拾爱情的美好，去想想那些真正在爱情当中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有的甜蜜的瞬间。这话也是说给所有现在年轻人谈恋爱，所有的年轻的情侣的听的。有的时候老了的这些人的恋爱观其实挺好的，是有助于爱情向前走的。谢谢。别轻易说自己老了。我没说我说像川哥这样的。你说有的时候老了的恋爱观是很好。我很年轻啊，来，陆琪老师。那次水上乐园总共去了多少个人啊？你们朋友？7、8个吧，7、8个啊。有很多人，比如7、8个人、10来个人，老是一块玩。然后呢，你玩什么呢？他没有什么。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2年多，我真的对你做了很多事情，我掏心掏肺的对你。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这样子对我，不要控制我，不要管我这么多，然后让我有点安全感，好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觉得真的走不下去了。我们俩也在一起2年多了，这时间说长不长，其实说短也不短了。那毕竟我们俩经历过的事情也有一点坎坷，但是我们俩都一起经历过来了。所以说的话，我觉得你如果可以不要这么固执，然后你
在生活中的一些小毛病你能改掉，那我相信我们俩还是可以接着走下去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看结局。朋友总是要无时无刻的和我在一起，一开始呀，我也很享受这种感觉，可现在呢，我们俩上班一起，下班一起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一点儿空间都没有。连我现在出去遛个弯、抽个烟，他都要跟着。我想让他改变，可他根本不听我的，我该怎么办？男女呢，在恋爱的关系模式上呢是不同的。女生呢是在感情当中逐渐升温的，那男生呢一般是逐渐降温的。所以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女生可能没有那么的热情，但男生呢可能会热情满满。您为什么在一开始能够受得了他黏你的甜蜜，但是时间长了就开始需要寻求个人空间了呢？如果您一开始就享受了甜蜜，现在您开始要求个人空间，他就会觉得您不爱他了，就会继续的更加的黏你，寻求安全感。所以个人空间也需要循序渐进。